乌军的第二次大反攻来了，全北约化第10军投入战线，在扎波罗热方向以突破第一道防线。7月26日凌晨4点，乌军第10军在扎波罗热前线出动了上百辆坦克与战车，在库班以南发动大规模反攻，并成功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目前，第10军司令部指挥所已经移至库班，并在马格达利尼夫卡和上杰尔萨部署了反炮兵阵地。联合第9军在内的其他部队，包括第65机步旅、第33机步旅，发起了新一轮的反攻，主攻方向仍然是托克马克。其中乌军第47机械化旅在布雷德利、豹2以及 MATV 防雷车的掩护下，率先向俄军发起进攻。第148炮兵旅的35门火炮已经部署到鲁基亚尼夫西克、斯维特拉多利纳至尼任卡一线。乌军第116旅炮兵部队则部署到别洛戈里耶，第117、118旅则为预备队，负责殿后。预计第二轮大反攻将持续到8月中旬。俄军在该战线的防守力量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58集团军、第5集团军和俄东部军区海军陆战队。其中战线最前沿的是第58集团军的精锐摩步第42师，在罗伯基涅防线上的则是俄军的第22特种旅，装备柳叶刀巡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专门对付乌军的重型装备。划重点，第10军、第9军，这是乌军战略预备队主力。从2023年开始，北约就开始帮乌克兰建立了第9军与第10军。第9军编入8到10个新建的机械化步兵旅、炮兵旅以及列兵旅，总兵力 3.5万人左右。第10军编入9个北约标准化机械步兵旅、空中突击旅和海军步兵旅，总兵力 3.8万人。其中第10军很早就抵达扎波罗热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第10集团军已部署在扎波罗热北部，还在前沿部署了海马斯 PZH-2000 以及螃蟹155毫米自行火炮，任务呢也挺重，直接进攻梅利托波尔。但实际情况各位都知道，一直没有动手，等的就是一个反攻的时机，也就是俄军防线上的弱点。现在乌克兰派遣第10军，也就证明了已经找到了俄军防守的薄弱点，而按照乌军的说法，现在才是真正的反攻。在北约情报系统的支持下，乌军已经找到了俄军的弱点，也就是扎波罗热中线。之前说真话被解职的波波夫上将就是第58集团军原本的指挥官，俄国防部派遣过去的接任者，在半路上就被风暴阴影斩首了。现在的情况就跟当时火力军说的那样，第58集团军很可能会出现指挥混乱的情况，加上波波夫当时爆料的消息，托克马克方向的俄军损失惨重，加上武器物资不足，确实是乌军反攻的好时机。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乌军主攻扎波罗热，开始投入更多的兵力，集中在东南方向前线发起进攻。如果这一轮反攻成功进行，或将在1到3周内达成目标。而俄军主攻哈尔科夫，双方各打各的，但就结局来看，很明显乌军更胜一筹。乌军的夏季反攻都是从扎波罗热西部卡缅西克、中部库班以及东部大诺沃希尔卡3个方向的战线上全面展开。第二轮呢也不例外，再次向中部库班方向发起反攻。7月26到27日，乌军突破了奥西里夫以南的俄军预备阵地，乌以集束炸弹掩护第47和第118机步旅所部的3个装甲机步营向俄军第810海陆旅、第42步兵师和第71摩步团发起了进攻，并在27日下午占领了战术要地罗布坦尼，至少有效突破7到10公里纵深，逐渐逼近托克马克。乌军大概率会沿着托克马克、梅利托波尔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最终剑指克里米亚。当然，战场瞬息万变，到底会怎样，谁也说不准。但可以确定的是，梅利托波尔是乌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打下它之后，切断克里米亚的大陆桥，再炸掉科赤大桥，克里米亚及第聂伯河左岸的俄军就是瓮中之鳖了。巴赫穆特这边，乌俄双方一直在争夺克里西夫卡。按照北约和乌克兰联合制定的计划，乌军要在8月底取得突破性反攻胜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巴赫穆特。为此，乌军派出了亚速营第3和第5突击旅，目前已经成功克制了克里西夫卡1/4的地区，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各位就能看到乌军在克里希夫卡高地部署大量的炮兵，然后炮轰俄军的场景。当然，光进攻也不行，防御也是必须的。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军正在加强对俄军阵地的重火力打击。新一批土耳其 TB2 已经投入使用，主要用于搜索和引导乌军炮兵。意大利的阿斯派德防空导弹与美国的 NASAMS 防空系统已经被部署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前线，以掩护乌军炮兵和装甲机群。至于赫尔松，很可能也是主攻方向，但牵扯的东西比较多，咱们下面再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次夜间反攻突破了俄军第一道防线，但乌军的损失也挺多的。就单单在7月26日的反攻中，乌军就损失了2辆豹2、6辆 T64、4辆 T72、3辆布雷德利、4辆 M113和6辆 BMP1，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没办法，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地面装备跟靶子差不多，俄军的武职与无人机还是有点用的。二者不依赖机场，随时可以进行突击行动。乌军的防空部队很难判断其飞行的方向、突击的目标和攻击的时间，加上没有战机进行空中掩护，有损失很正常。乌军单凭地面部队强攻，很难干净利索地赢下战争。就比如卡52，虽然被干爆了不少，但打一个坦克挺简单的。柳叶刀巡飞弹这玩意儿就更难防了。听说英国援助了不少无线电电子机枪 AUDS， 可以在8公里内发现并干扰小型无人机，但是数量有多少还不确定，当前只能用在比较重要的阵地。这就凸显出 F-16的重要性了。如果乌军当前有空中支援，突破俄军防线那是轻而易举。反攻打到现在，估计都已经收复扎波罗热，考虑怎么夺回克里米亚了。除此之外，乌军在扎波罗热前线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火力不足。如果俄军有一个多层战壕的核心阵地，还有10辆坦克装甲车作为反击预备队，那么乌军就是打200发炮弹都无法打穿。但是如果有 F-16 或者 F-18，那一切就不一样了。F-16 飞几个架次，发射几枚精确制导导弹，就能摧毁核心工事。当然了，乌俄战场不仅仅是扎波罗热前线，还要包括赫尔松、克里米亚，甚至还有黑海和波兰，其中的重点就是赫尔松。从整体的战局来看，乌军反攻扎波罗热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火力，赫尔松才是乌军的目标，复刻之前声东击西的战术。7月份的时候，俄军已经从赫尔松前线调动空突第11旅、空突第83旅、马林卡方向的摩步第150师所属的第68坦克团、爱国者 Z 雇佣军以及火炬雇佣军全部进入巴赫穆特前线。当前的赫尔松正处于兵力虚弱的情况，所以火力军预言一波，乌军会在8月份反攻赫尔松，这可不是瞎说的。赫尔松的预备队调动之后，乌军隐蔽很久的第9集团军与第10集团军就出现了。表面上看，第9军放在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方向，第10军放在了库班主攻方向上，但是如果乌军真要对赫尔松动手，第9军随时都能支援。目前第9军集结在卡缅西克，左边是大河，俄军无法部署地雷，右边是俄军防线的尽头，乌军把突破口选在了大河与防线交界处，随时都能突围。同时，乌军开始向赫尔松左岸第聂伯河附近集结主力部队，准备旅级部队强度行动。毕竟新卡霍夫卡水库已经快干了，可以通过轻型摩托化部队。至于库班方向的第10军，也有可能是牵制作用，吸住俄军最强的第58集团军，让其他乌军去对付俄军的236部队。俄军总参谋作战处的退役上校也表示过，真正的威胁是赫尔松水电站附近地面正在恢复干燥，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的军事行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整个第聂伯河左岸的局势对俄军来说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值得一提的是，在前线进攻的同时，乌军还不断突袭俄军后方的弹药库，比如克里米亚，前2天还出现了俄军4大弹药库被炸的消息。最近美军侦察机在黑海区域比较活跃，目的就是找到克里米亚地区俄军的弹药库。美国与乌克兰总参谋认为，想要突破扎波罗热前线，就必须打掉大纵深区域俄军各个弹药库，以降低俄军火力。同时，为了制止俄军空袭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港口，也必须进行源头打击，摧毁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导弹仓库。
于是，在7月24日的时候，乌军的苏24从赫尔松右岸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了4次打击任务，发射4枚风暴阴影导弹，命中克里米亚半岛维尔内附近3座弹药库，以及新斯特波维附近的1座弹药库。乌克兰方面宣布，命中了俄军 P800 红宝石重型反舰导弹仓库，限制了俄军岸防导弹部队对敖德萨的打击力度。同时，在战术层次，这次反攻与6月份反攻稍微有些不同。根据美国新提供装备的名录来判断，乌军将获得向俄军防御纵深地区投放战术空降部队以及海上登陆作战的能力。这样一来，乌军就能绕过雷区，从俄军后方发起攻击。比如九头蛇空对地战术火箭弹，这东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进入美军了，数量多还便宜。每架直升机或者战机可以携带4个火箭弹发射槽，美国还为这种火箭弹开发了带有激光传感器的型号，可以摧毁10几公里之外的目标。加上火力军之前说的游击战，乌军在战术方面的可选性很多。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乌克兰的战机并不多，美军援助乌军空对地火箭弹有什么意义呢？乌军的战机确实不多，但还能用。米格29、苏24携带风暴阴影到处乱炸。资料显示，乌军还有60到70架米24和米8直升机，这些都可以挂载九头蛇。而且当前的前线，乌军基本上不用直升机，但配置激光制导的火箭弹之后，这些直升机就可以用于海上登陆、强渡第聂伯河或者在俄后方实施战术空降的行动。当然，海上登陆与强渡第聂伯河前提是要有一定的制空权。说来说去，还是缺 F-16啊。除了乌俄战线激战之外，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界线也十分紧张。波兰的装甲车已经冲向了白俄罗斯边境，大约有200辆波兰轮式装甲车驶向波兰白俄罗斯边境，而白俄罗斯境内的瓦格纳也集中了数百辆装甲车，大概率是要有大动静了。按照白俄的说法，波兰一个基步旅距离布列斯特只有40公里，还有一个基步旅已经前进到距格罗德诺大约100公里位置。一旦乌俄战场出现问题，就轮到波兰出手了。为了防止白俄被一天平推，俄军在白俄罗斯部署了米格31战机，部署战术核武器，还把瓦格纳集群派了过去。听说白俄罗斯的瓦格纳正在招募同意与立陶宛和波兰作战的人员，并进行专门的培训。当然，波兰的这一系列举动主要还是助威。在乌俄战争没有结果之前，波兰与白俄罗斯这条战线大概率是打不起来的。好了，言归正传，就乌军的第2次反攻而言，火力军认为是很有希望的。1月份的时候，就有俄专家说过，如果乌军有200到450辆 M1 豹2这种坦克，就有能力发动战役级反攻，在3天内突破82公里，解放梅利托波尔。赫尔松左岸伤亡俄军有可能被乌军迅速切断，并且合围。而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国和其他盟友已经训练了大约 6.3 万乌克兰士兵，并交付了150多辆现代主战坦克，以及大量的旧式坦克、数百辆步兵战车和数千辆其他装甲车，反攻的装备十分充足。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在 F-16战机未抵乌之前，乌军的地面反攻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火力军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就算不能直接平推，那也可以消耗俄军弹药，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局部反攻成牵制战术，而非战略突破。但无论结果如何，优势在乌。各位觉得乌军本次反攻能取得多大的战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